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Gasson 的。实不相瞒，今天我们要来做一杯传说中全美国最好喝的巧克力奶昔，同场加映小朋友会非常喜欢的香草 Oreo 奶昔。我们需要的材料有全脂牛奶140克，香草冰淇淋250克，鲜奶油40克，巧克力酱用的牛奶83克，无盐奶油15克，细砂糖10克，70%的苦甜巧克力65克。先来做巧克力酱，在小锅中加入牛奶、鲜奶油跟糖，以中小火加热，煮到冒小泡泡即可，不要煮沸。加入奶油，完全融化就可以离火了。趁热加入巧克力，轻轻搅拌，直到完全溶解。让巧克力降温备用。取125克的巧克力酱来做奶昔。加入冰淇淋、牛奶以及巧克力酱，
料理机或果汁机打到滑顺的质地。可以挤上一些鲜奶油和巧克力碎一起享用。接着来做香草 Oreo 奶昔。放入3块饼干，加入125克的冰淇淋和80克的牛奶。奶昔可以说是美式餐饮中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元素。那对许多的亚洲国家而言，大家的第一杯奶昔应该都是从麦当劳开始的。那它也是很多人成长的青春回忆。那奶昔不仅在美式餐饮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，它其实也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哦。那例如在好莱坞电影就常看到它的身影，好比美国名导斯坦利·库伯利克的发条橘子，那男主角就是每天都泡在坝里喝奶昔。那另外还有昆汀·塔伦提诺的黑色追气令，那其中有一场戏是乌玛·舒曼点了一杯很贵的奶昔，然后就跟约翰·屈服塔讨论起这杯奶昔到底有多好喝哦，那连带着使这家店的奶昔因此走红。不过我们今天要复刻的是另外一家现在当红餐厅Shake Shack 的招牌奶昔巧克力奶昔，那他们命名为黑白奶昔哦。那他们家的这款奶昔呢，被很多的媒体跟消费者评选为美国最好喝的奶昔之一。那它的做法也蛮有意思的哦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制作这款奶昔要注意的小地方。首先就是巧克力酱的部分。那这款巧克力酱跟法式巧克力甘纳许在做法上非常的接近，那所以制作要点也差不多。那其中最容易被大家忽略呢，就是温度。在一开始加热液体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哦，不能让它的温度太高，绝对不能够煮到沸腾。那只要煮到那个锅边冒细小的泡泡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液体的温度太高，非常容易让巧克力油水分离。
简单来讲，一个懒人心法呢，就是宁可让巧克力溶解不完全，也不要因为温度过高而油水分离。那因为温度不够而使巧克力无法完全溶解，像是上面浮着很多的小黑点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只要用最小火缓缓加热，它最终都会完全融化。但油水分离就很难拯救了，即便用上许多的小技巧来挽救，它的质地呢跟口感都会被改变。那还有就是这个巧克力酱很万用哦，除了用来做巧克力奶昔，也可以拿来当做冰淇淋跟蛋糕的淋酱，或者是小甜点的蘸酱。那另外这个巧克力酱的原始配方呢，它其实用的是25克的糖，但我们尝起来觉得非常好喝，只是真的有点甜哦。所以我们把它调整成10克。那如果想要品尝原汁原味的招牌奶昔，就可以用25克糖去制作。如果吃不了那么甜的朋友，也可以完全不加糖。不过那个巧克力酱会少一点光泽，但做出来的奶昔味道会比较清爽。再就是冰淇淋的部分，你可以使用任何喜欢的香草冰淇淋来制作。那由于冰淇淋在奶昔中的比重很高，所以香草冰淇淋的品质对整杯奶昔的风味有着关键性的影响。最后奶昔最过瘾的喝法呢，就是使用吸管，但一定要使用粗的吸管来喝哦，就像是喝珍珠奶茶那种吸管，否则会吸不上来。那虽然也可以用汤匙吃，但是呢，就是比不上用吸管来的过瘾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是 Gaston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IG、Instagram， 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